一提到千年的神药啊，很容易想到是我们古代中医的一个草药或者是一个秘方。其实呢，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千年神药啊，它恰恰是我们西方医学发展历史的一个见证，也是一个奇迹。千年以来，这个药物呢，为人类的健康呢，不断的做贡献，而且呢，不断的做新的贡献。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西方的千年神药在健康方面的作用，哪些人在使用的时候又必须小心。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的整合医学老师 Andrew Weil 教授，他是哈佛的高材生，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同时呢，也是亚历山大大学整合医学中心的创始人。在他的几乎都是天然的、自然的营养素里面，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千年神药阿司匹林。我们首先来看看阿司匹林的千年的历史。根据西方最早的医书记载，人们在使用跟阿司匹林相关的药物方面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时期。那个时候人们是用含有水杨酸的柳树叶和树皮来治疗疼痛和发热。希波格拉底呢，在公元前5世纪就记录了这个柳树皮和叶子的提取物可以用来缓解疼痛和发烧。但是直到19世纪，科学家们才开始系统的研究这个古老的草药。他们尝试从柳皮树中提取一个有效的活性成分。1838年，意大利化学家拉斐尔·皮利亚成功的从柳树皮里面提出了水杨酸这个呢是阿司匹林发展历史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是这个水杨酸有个问题，就是刺激胃黏膜。为了改善这个不良反应呢，德国贝尔公司的化学家费利克斯·霍夫曼于1897年呢合成了乙酰水杨酸，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阿司匹林。霍夫曼发现这个药还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充满人性关怀的传说，我们在最后给大家介绍。不管怎么样吧，乙酰水杨酸它不仅继承了水杨酸的镇痛和退热的效果，它还大大减少了对胃部的刺激。那么现在呢，我们进一步把乙酰水杨酸外面包上一个肠衣，那么对消化道的刺激呢就更少了。所以贝尔公司把这个产品命名为阿司匹林，在1899年就开始销售了。很快它就成为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药物，而且呢，每年人们都在发现它在健康方面的新的功效。所以这个阿司匹林的发现基本上反映了我们现代医学药物发展史上的一个过程，也体现了现代医学走的一条道路。其实中国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也是这么做的，从传统的草药当中提取了青蒿素治疗疟疾。那么这个阿司匹林它对我们人体到底起着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现在你不需要医生开处方的，直接到药房就可以买。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作用机理第一呢，它是抗炎作用它可以减少我们体内的炎性反应，通过抑制一个酶来减少前列腺素的产生。这个前列腺素呢，可以出现炎症造成红肿热痛的现象这个前列腺素虽然叫前列腺素，但跟前列腺1分钱关系都没有它在全身各个地方都有，男女都有。第二个呢，就是减热作用，它可以通过对下丘脑的作用调节体温。它对轻度和重度的疼痛非常有效，头疼、肌肉疼、牙疼、神经疼它也是通过抑制产生痛觉的前列腺素来实现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阻止血小板聚集，它通过抑制这个叫做环氧合酶，抑制血小板产生这个血栓素这样的话就阻止了血小板的聚集和血栓的形成。阿司匹林呢就成了一个预防心脏病和中风的非常重要的药物。但是要知道，中风有2种，一种叫做缺血性中风，一种叫做出血性中风。其中出血性中风的人是不能够使用阿司匹林的。因此呢，长期以来这阿司匹林呢都被推荐作为预防心脏病和中风的一个主要手段。这也是 Dr. Andrew Weil 教授
他使用阿司匹林的原因，他本人呢身体偏胖年纪也大，那么他用小剂量的阿司匹林呢来起这种预防中风的作用。其实呢，他用阿司匹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有抗炎的作用。我们现代医学发现慢性炎症是各种各样的疾病的风险因素，包括癌症。所以呢，我认为他在使用小剂量的阿司匹林的时候不仅仅是为了预防心脏病和中风，而是减少身体的炎症。这预防有2种，一个叫初级预防，就是说你没有病也没有这个风险，我们只是为了预防来吃这个药。第2种呢，现在呢，美国心脏病学会呢就不再推荐这样做，因为呢，它的副作用有可能大于它给你带来的好处。什么样的副作用呢？主要是2个，一个是出血的风险，这个出血像高血压造成的脑出血还有呢就是胃肠道疾病造成的胃肠道出血。这2个脑出血和胃肠道出血呢是它的主要风险。刚才说了，这个高血压容易脑出血，那你不能够用阿司匹林，怎么办呢？有没有一种天然的营养素可以帮助有高血压的人来预防心血管疾病？我们在以后的视频给大家介绍。所以呢，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点击小铃铛，你就不会错过以后的视频。说到最后，我们就要来八卦一下，在发现阿司匹林上面做了重要贡献的费利克斯·霍夫曼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他的父亲呢有关节炎疼痛非常厉害水杨酸呢对他很有帮助，但是呢对他的胃肠道很刺激很大，他没有办法忍受。霍夫曼呢这个孝子呢就想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找到一个没有副作用的替代品，就把这个水杨酸呢乙酰化了这个乙酰化的水杨酸呢就是阿司匹林。这个故事可能是被拜耳公司用来人性化阿司匹林的发现并作为一种营销手段来推广这款药。不管这个故事真的假的，这个阿司匹林对医学巨大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疼痛管理对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这个关于霍夫曼为其父亲发明阿司匹林的故事呢，给我们这个枯燥的医学增添了一个富有吸引力的人文背景谢谢大家收看我们这期的节目您如果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呢，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也希望您和亲朋好友分享我们的视频。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